龙尘，你爸欠的那200万债，今天就是最后期限，交不出来，老子不光收了你这破仓库，还把你扔江里喂鱼。虎哥，我爸刚走不到1个月，你再宽限我几天，行不行？宽限个屁！商场如战场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你爸留下的这个大型物流中转区，我们老板要定了。给我砸！把这破5金库的存货都清出去！今天这地方必须腾空，我看他拿什么还！住手！我操！消失了！陛下，战马已经全部杀光了，连马骨头都熬碎咽下去了。弟兄们已经饿了整整3天，真的守不住了。皇叔谋篡，破我皇城，老天爷，你当真瞎了眼？要掘我大燕的国道，要亡我楚无阳吗？将士们，是朕连累了你们，朕今日殉国，尔等卸甲降了吧。陛下不可啊！我靠！王虎，你个王八蛋，别动老子的泡面！谁在说话？谁在说话？这镜子成精了，还是哪个古装剧组在附近拍戏串屏啊？仙人，是仙人显灵了！求仙人救救我等吧！幸女楚未央，大燕皇帝，今遭逆贼围剿，困守死谷，10万大军压境。我5000将士已3日未进水米，命悬一线，求仙人垂怜，赐下仙石救我大燕将士。幸女愿世代供奉神明，以身侍神，结草衔环。真的假的？再试试。看来神不佑我大燕啊。仙人，真是仙人！仙人显灵了！求仙人赐福！求仙人救救大燕！求仙人救救大燕！陛下，这异象虽奇，可这从天而降的物件来历不明，万一是敌军妖人施的邪术，内藏剧毒，该如何是好？老臣这条命本就该绝于今日，愿替陛下试毒。老将军不可！老将军，你怎么了？可是毒发了！快扶住将军！陛下，这简直是仙家珍馐啊！没有毒，这是真神降下的仙粮，真的是仙粮啊！这世间怎会有如此极致的美味？仅仅咀嚼一口，4肢百骸的冻僵感竟都被驱散了。神丹，这是仙家赐下的救命仙粮，快将这琉璃柱里的仙水和神丹分发下去。仙人赐食之恩，未央无以为报。此乃大燕开国重宝，
血域凤簪，求仙人笑纳。这是真玉，还是玻璃盗墓的工艺品？不过，这可是古代女帝亲手扔过来的东西，万一是真的呢？陆晨，你发什么愣？别装窜了！今天就算你跪下求我，这仓库你也得交出来。虎哥，我认栽了，200万，我确实凑不齐。这块地，你们拿走吧。哟，刚才不还硬气着吗？早这么痛快不就完了？但是虎哥，我爸走得急，里面那个小隔间里还有他的遗物，求你给我留最后一点体面，让我把老爷子的东西收拾干净。合同上写的也是今晚12点到期，你给我3个小时，就3个小时。下午5点，我把仓库收拾空，然后给您签字。你小子现在既然认命了，最好别再耍花样。下午5点，我要是没看见你签字，老子直接把你和你爹的骨灰盒一起扬河里。走。老天保佑，千万得是真东西啊！不能走大路，不能被王虎的人看见。是生是死，就看你了。毫无杂质的满绿老坑玻璃种，这雕工，这包浆，绝对是古代皇家御造局的手笔。小兄弟，这是一件大开门的国宝级重器啊！齐老好眼力，这东西你们店吃得下吗？吃得下是吃得下，不过这种有历史背景的重宝，来路绝对干净，祖传的。齐老痛快点，开个价，我赶时间。300万现金，我今天就能给你结清。齐老，既然聚宝阁诚意不够，那我就换一家。300万，这凤簪头上那颗极品红玛瑙珠子都不止这个价。哎，小兄弟留步，价钱咱们可以再商量。齐老，这只凤簪只是个敲门砖，我背后的好东西多的是。您今天要是拿出足够的诚意，以后咱们可以长期合作。陆先生，是我眼拙了，刚才多有得罪。这只凤簪，我出800万，不过我账面上暂时调不出那么多现金。这样，我先给您预付500万现金死当，剩下300万3天内打给您。以后要是还有这种好货，请务必优先考虑我们聚宝阁。成交。钱到手了，王虎，现在该我们算账了。虎哥，那小子不会跑路了吧？这都快2个小时了。跑？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这块地皮少说值个大几千万，老早算准了他拿不出那200万现金。哟，陆少爷舍得回来了？怎么着？去哪个亲戚家哭了一圈，借到几块钱了？要不要我再宽限你2分钟，吃个散伙饭？卡号，你说什么？我让你把你们老板收款的公账卡号报过来，或者你现在的授权收款账户。怎么，不想要钱，真想强买强卖？行，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这不可能！王虎，看清楚了，200万一分不少，连本带利清了。现在这间仓库还有外面的物流中转区，跟你们公司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带着你的人滚出我的地盘！如果再让我看到你们在我厂区范围逗留，我就以非法侵占商业资产类的罪名报警抓人。你小子从哪儿弄来的钱？这不是你该操的事。现在立刻滚！行，算你狠，咱们走着瞧。哼，现实这边算清了，该看看那位金主女帝了。
快把干净血水煮沸，将仙人赐下的神丹化开，让所有弟兄都分到一口汤。好香，皇宫御宴也不及这气味1/1000，我只闻一口，冻僵的手脚都像有知觉了。这真的是仙家神物，活过来了！我现在能打死一头牛，感谢仙人赐食，感谢陛下隆恩！大燕万岁，仙人万岁！仙人厚恩，仙禳粉身碎骨难报。只要大燕不灭，未央必定为您搜罗天下奇珍。陛下，是叛军先锋营铁浮屠重装骑兵，他们开始冲阵了！遁阵，长矛手接阵。敌铁骑一旦冲入阵中，我们的将士轻剑剑鞘就会被踩成肉泥。神仙庇佑，敌军重骑冲阵，祈求仙人相助。敌军重骑冲锋，燕军军将士伤亡惨重。重骑兵冲阵，对面是步兵，硬扛就是送死，得让马站不住。用重装骑兵冲阵是吧？碾碎他们！活者处未央者，赏万银，封万户侯。杀！接好了，给他们的马蹄子上点眼药。大燕将士，随阵反击，杀退叛贼！跟上陛下，收兵器，抢阵地。别恋战，把前沿阵地抢下来，防线往外推。报！先锋营全军覆没，敌军阵前突降诡异银色铁柱，我们的战马一踩上去便滑倒折骨，根本无法靠近的方阵。什么？3000铁符柱，没碰到敌人一根汗毛就全军覆没了。妖术，这楚音定是动用了什么妖术？妖术又如何？在绝对的兵力面前，一切都是徒劳。传我将令，将令，公路5000长弓手准备，步兵方阵随后压上。给我万箭齐发，把断头谷射成刺猬，一个活口都不要留。放箭！不好，是敌军的公撵营，全军回撤，寻找掩体，快！放箭，5000弓箭手，跟现代工业材料比硬度，你们这些古代的木头杆子加10匹箭头，怕是想多了。要盾牌是吧？这些给你们当移动堡垒。快，躲到神盾后面！天哪，这是何等神铁！如此轻薄，竟连破甲剑都无法留下一丝痕迹，怎么可能？那凭空掉下来的巨型蓝板板是什么东西？继续放箭，不要停！防守结束，现在该轮到物理超度了。高中物理学过，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。这成箱上万根特种钢钉和重型螺母，从100米高空砸下去，那就是古代版的金属风暴。今晚，老子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现代重工艺的钢铁暴雨！弓箭营退后，步兵方阵，给本将顶着盾牌冲过去，把他们剁成肉泥！这是什么？天罚！这是神明降
降下的天罚！撤！鸣金收兵，快撤！大燕皇帝楚未央携5000将士，叩谢先尊雾里涛度之恩。一些破铁锭就把你们吓成这样，这顶多算是我家乡五金店里小孩子玩的玩具。等我以后给你弄点真正的大家伙，你就会明白，在绝对的现代工业面前，一切古代的千军万马都只不过是一堆脆弱的碳水柱体罢了。将军，那楚阳肯定是得到了妖人的相助，那蓝色的铁板，还有那些无坚不摧的暗器，根本不是凡间之物啊！不如我们向燕王求援，请钦天监的法师来。放屁！10万大军被5000残兵恶表打得落花流水，这要是传回国都，你我就都别活了。既然利刃砍不破妖术，神盾砸不开，那本章就不用刀兵。断头谷是个葫芦口地形，今日刮的正是西北风，风向直贯谷主。传我命令，立刻收集附近的狼杖、稻草和尸柴。您是要把瓤草混在尸柴里里点燃？我不信那从天而降的妖术铁板能挡得住刀剑，还能挡得住无孔不入的毒烟。继续天，风往谷里灌，今天活活熏死他们！是毒烟！叛贼狗急跳墙，用了狼上草。这种毒烟吸入一口便会肺腑溃烂。他们是想利用风向把我们活活闷死在这里啊！私下一脚，用血浸湿捂住口鼻。什么味道？跟现代人玩生化危机是吧？还得看风向。老子今天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工业级空气动力学！西北风是吧？毒草是吧？今天就让你们尝尝12级台风贴脸输出的滋味。楚阳，让你的人全部推到镜子两侧，把正中间的路给我让出来。退，避开正中！这风向变了，多加点，烧死楚美月个小娘们！哈哈哈哈！不好，风向逆转了，快跑！我的眼睛！救命！救命！我喘不上气了！妖法，真的是妖法！撤兵，全军撤退里30里，谁也不许靠近断头沟半步！楚文阳，敌人的花招用完了，现在该轮到我们反击了。敌军虽退，外围还有10万大军，我军仅剩3000残兵，如何反击？这不用担心。没错，反击！我要让你们这3000人变成这片大陆上最恐怖的钢铁之师。但我军已绝粮3日，将士们已经连握刀的力气都没了。放心，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。接吻了！这叫自热米饭，不用火，不用柴，只要一点冷水就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。拆开纸盒，把那个白色的加热包放在最底下，倒点血水进去。别慌，千万别靠太近，小心烫伤。这只是我们这边的普通手艺。给大家发下去，按5掌建制，各自淋水加热。
这白米饭怎么会这么弱？这肉居然入口即化，神仙显灵啊！吃了先等膳食，明日就算让俺去和10万汉军拼，俺也值了。仙人，大恩大德，大燕永世不忘。你是一个了不起的皇帝，在我的家乡，男女是平等的，女性同样可以顶起半边天。你比那些只知道磕头求饶的老顽固强10000倍。以后咱们平等交流，你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，陆晨。仙人啊不，陆晨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这要是拿去拍卖行，起步不得按小目标来算？这位女帝金部出手真是阔绰啊！200万的债务虽然还清了，但王虎和他背后老板吃绝糊的嘴脸，我可没忘。如今有了这笔启动资金，是时候算算账了。陆先生，恭喜您！扣除各项税费后，一共1亿8700万的资金已经安全抵达您的账户，有劳了。另外，我之前让你们法务团队查的事情有眉目了吗？查清了，试图侵占您物流园的金鼎投资老板赵金彪，最近因为盲目扩张，资金链彻底断裂，他急需回笼资金填补银行窟窿。核心资产金鼎商业街正在四处寻买家，目前报价1亿5000万，因为数额太大，海城还没人接得下。他当初想用2板逼我交出几千万的物流园。今天我就把他最重要的底牌连根拔起。走吧，带上收购合同去见见这位赵老板。李行长，您再宽限我3天，就3天，我那条商业街只要一脱手，马上连本带利还给您。老板，您消消气儿，这海城能一口拿出1亿多现金锤的实在太少了。废话，要不是半个月缺钱，你办事不力，没能拿下成交那个物流园，我至于现在连抵押物都拿不出吗？老板，这真不怪我啊！谁能想到陆晨那个穷光蛋突然就能拿出200万现金？赵总，不好了，有人带着一个律师团直接冲着您的办公室来了，保安根本拦不住。谁这么大的胆子，敢在我的地盘撒野？王虎，别来无恙啊！陆晨，你跑这儿来干什么？我当是谁？原来是那个守着破仓库的落魄户。怎么还清了200万，敢带人来闯我的公司？赵总误会了，我是来谈生意的。金鼎商业街以及金鼎投资旗下所有实体资产，我全资收购。你全资收购？你知道那条商业街值多少钱吗？1亿5000万！你卖了你的肾，加上那个破物流，都凑不够个零头。量资吧。这不可能！你哪来这么多干净的现金？我打听过了，你今天下午3点前如果不把银行的窟窿堵上，你不仅会破产，还会面临至少10年的牢狱之灾。现在是1点半，签了它，拿着钱去还债，保你下半辈子做个普通人。不签，我现在就走。2小时后，你等着收法院的传票。很好，合作愉快。至于你，作为金鼎商业街的新老板，我现在以公司名义正式通知你，你因为涉嫌违规催腰被合法解库了，1分钱补偿金都没有。陆总，我错了，以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给我条活路吧。现在拿着你的私人物品，滚出我的大楼。冷兵器时代的最高战争形态是什么？是制空权。古代战争玩火攻，还得看和风向和射程，但在现代无人机面前，哪有什么视镜限制，全都是精准定点投放。楚未央，接收你的空中支援。将军，我们难道就一直在这里耗着？哼，不出10天，他们全得饿死在里面。我们就在这儿守着，不见面打仗，对方的妖术就施展不出来。陛下，将士们存粮最多只够维持2日了。若是叛军死守不出，我们还是难以突围。
这是仙尊派来的神鸟。快看，天上那是什么东西？红绿相间的眼睛，还带着风雷之声，难道是天兵下凡？慌什么？这是什么味道？好浓烈的酒气！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，点火。天罚！是神仙降下救火！不许退！督战队何在？将军，败了，彻底败了！这不是人力能抗衡的，那是神罚！再不走，我们都要葬锁海了！完了，彻底完了！凡人怎么可能敌得过天上的神仙？陛下，汉大营火光冲天，乱作一团，敌军已不战自破。仙尊一怒，天火焚营。大燕将士听令，仙尊为我们降下天火，破去贼军胆魄，全军出击，随朕杀出河山！罪将越降，求陛下开恩，求天神息怒。大燕天命所归，降者免死。古代打仗打的就士气和信仰，心理防线一趟，10万人就是一盘散沙。既然要装神仙，那就把全套戏码做足。天命在焉，逆天者亡。尔等凡人若放下兵刃，归顺正统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既往不咎。若敢冥顽不离，必受天火焚躯，身死道消。非战之罪，此乃天意呀！大燕女帝楚飞央，叩谢仙尊救世之恩。今日平叛，全仰赖仙尊庇佑。待朕收拢残部，重返都城，必举全国之力，搜集天下奇珍异宝，奉于仙尊御前。天下奇珍异宝，举全国之力，危机解除了，接下来就该是双边贸易的基建大生产了。希望大燕的国库经得起折腾啊！陆晨，仙尊在吗？楚阳大晚上找我干嘛？在的，怎么了？此乃我大燕皇室不传之秘，龙象洗髓液及配套的大荒吐纳诀，常人服用辅以吐纳之法，可洗精伐髓，打破人体线，力举千斤。这份洗髓液便赠给仙人。修仙！以我现在的力量，就算是10个王虎来，也不够我一拳。陛下，战况奠定完毕，叛军死伤3万余人，逃散2万，剩余近5万大军已尽数被我方收编缴械。老将军辛苦了，降卒情绪如何？降卒亲眼目睹天毁，皆敬畏天威，再无反抗之意。只是天寒地冻，大雪封山。我方将士本就衣衫单薄，降毒的冬衣更是在昨夜玉慌乱中被烧毁。如今这般极寒天气，明日御寒之物，这6万大军会冻死小半啊！陛下，数万大军被困雪地，御寒衣物全是粗麻和劣质皮毛。
若真出现大规模冻死，刚刚稳住的军心必将哗变。老将军，将我们所有的军帐、御寒衣物尽数拿出，优先配发给伤员和降都。陛下不可！若将御寒之物给了他们，你和卫兵们如何抵挡这风雪？按朕说的做。抬上来。先尊，未央幸不辱命，以平定叛乱，收编敌军。此乃叛军营中缴获的金银玉器与珍贵古籍，特献于先尊，以报救命退敌之大恩。先尊，如今大雪封山，岭东将士缺乏御寒衣肤，面临冻毙之危。未央斗敛，叩请先尊赐下御寒之法，保我大燕儿郎性命。极寒天气，6万人要冻死了。古代保暖全靠硬扛，面对暴风雪确实是降维打击。不过，在现代轻工艺面前，保暖那是最低需求。喂，王老板，你库房里那种加厚、防风、带大毛领的绿色军大衣有多少库存？5万件，我全要了。对，不要在乎款式，只要最厚实、最抗冻的那种。半小时内给我调集所有货车，送到郊区物流园来。这是何物？这布料细密致密，竟毫不漏风。这圆扣，这走线，简直如鬼斧神工。皇家裁缝也做不出这等完美的衣物。暖和，好暖和！这衣服不透风，一点都不透风。这是先尊赐下的法袍。是女帝陛下为我们求来的保命法袍啊！我活下来了，我不用死了。陛下，这6万大军虽已归顺，但断头谷地势险要，却谷口开阔，无险可守。如今京城被叛贼占据，他们随时可能集结重兵北上围剿，我们必须筑起一座要塞。如今天寒地冻，土硬如铁，别说开山采石。水坡在地上瞬间结冰，根本无法进行夯土作业啊！怎么筑城？先尊在上，未央有要事相求。凛冬已至，冻土难开，筑城之难，让上青瞻。敢问先尊，仙界可有能在冰雪中迅速筑起坚城之法？筑城，而且要在冬天速成。击剑狂魔申请出战。冬天普通水泥容易受冻开裂。不过这好办，直接加钱上防爆型速突凝高标水泥，配上高弹钢筋网片。喂，建材供应商吗？防冻速凝水泥，标号越高越好，越多越好。成品的螺纹钢筋网片要有极强抗拉力的那种。哦，对了，再给我来50台小型柴油搅拌机，配好足够的柴油。此乃仙界铸成之物，名为混凝土。将这灰色粉末与砂石水混合，倒入机器中搅拌，再浇筑于铁网之上，只需1日便可化泥为石，坚不可摧。化泥为石，1日铸成，水和粉末混在一起，怎么可能变成石头？全军听令，按先尊所示，分工劳作。让人取攻城用的大锤来，老夫倒要看看这半天功夫造出来的假石头挡不挡住重击。神技，这坚如金刚，牢不可破。有此神物，何愁雄关不利？干！弟兄们，加把劲儿！有了这仙剑法枪，叛贼就算来100万人，也别想跨过这断头谷半步。乱臣贼子们，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
侯爷，您看，前方就是断头谷了。等等，那是什么？断头谷怎会凭空多出一道城墙？不过是些装神弄鬼的障眼法罢了。在这滴水成冰的寒冬腊月，土都掘不开，他楚未央能筑出什么真城墙？8成是用木板搭了个轿架，外面抹了层泥水冻上的冰雪假墙。传令下去，火炮营上前列阵，让那位女帝好好看看面前在绝地小精密有多么可笑。给我把那道破墙轰个稀巴烂！陛下，那是红衣大炮，叛贼竟然连这等杀气都搬出来了，一炮便可摧城拔寨。仙尊赐下的这混凝土城墙，真的能挡住火炮的轰击吗？仙尊的手段，岂是凡人的奇技遥渺所能比拟的？既然仙尊说他坚不可摧，那他便能抵挡世间万物。传令全军无需躲避，就在城头看着。点火，放炮！冲！这不可能！那是神物，不可能连点泥巴都打不碎，一定是中药不够。重新装填，给我继续轰！挡住了，毫发无损。先祭神石，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。女帝万岁，仙尊万岁！侯爷，不能再开了，炮管红了，全废了。大炮轰不开，那就用人堆。就算这墙是铁打的，它也只有5丈高。传能第一个登上城头，生擒楚怀妖。本侯赏万金，封万户侯。陛下，敌军要攀城了，是否准备滚木落石和金枝？无需滚木砾石，也不必徒增杀戮。老将军，去那台最大的机器旁，握住那个红色的闸搭，听朕号令。城头的防守形同虚设，弟兄们，首功是我们的了。开解！雷霆，是9天雷霆！城墙上有雷神护体，我们触碰了天罚了。女帝你能召唤雷电，我不打神仙。天命在楚未央啊！撤！全军后撤30里。得仙尊庇佑，我大燕立于不败之地了。侯爷，将士们都说楚为乡请来了真神护体，白日里那幽蓝雷电，这仗没法打了。一派胡言，扰乱军心者杀！未央，这些虽然些杀伤力不如火药弹，但在黑夜里，它们就是最好的神技。那个圆柱形的叫2叉脚，点燃后会先冲天再爆炸，声音响彻10里。这些长杆状的叫加特林，火光连发，足以夺人肝胆。这不是反火，是压阵之术。点火！那是什么？绿色的火，紫色的雷，龙是火龙在飞，神灵降怒了，快跑啊！这哪里是打仗，这是在与天对敌呀！大燕的将士们，伪正暴虐，天弃之，先助阵。如今雷霆开路，流星破敌，
尔等随朕收复失地，重整河山！杀！女帝饶命，仙人饶命！仙尊，您看到了吗？这视觉效果，好莱坞大片也就这样了吧。既然反攻了，得准备点正经的行军口粮了，总不能让我的女帝天天吃血吧？迎陛下回京，大燕万岁！全军听令，入城不扰民，秋毫无犯者赏，违令者军法严惩。诺。你败了。楚未央，你到底是人是鬼？你借了什么妖法？我的大军，我的火炮，为什么杀不了你分毫？这世间没有妖法，只有天道昭昭，民心所向。朕得仙尊庇佑，带来的是太平与生机，而你带来的只有战乱与饥荒，这就是你一败涂地的原因。来人，将罪人楚萧褫夺王爵，诛押入狱，交由大理寺刑部、督察院三法司依法会诊，昭告天下其篡逆之罪。遵旨。登基大典怎么能少不了仙尊的贺礼呢？自今日起，天下大定，朕当与众卿卿戮力同心，开创盛世。吾皇万岁万岁岁！吾皇万岁万万岁！陆晨，谢谢你。大燕迎来了新生。陛下，您看，这仙尊赐的土豆亩产竟高达数十栋啊！这都是百姓辛勤耕耘的功劳。传令下去，今年秋收，全国免赋税2成，让百姓们过个真正的丰年。吾皇啊！吾皇万岁！未央，大燕今年的秋收如何？大丰收，大燕的粮仓30年来第一次被装满了。这杯酒，未央敬你。若无你这位仙尊秀助，大燕此刻早已化为人间炼狱。我也得敬你，陛下。是你让我看到了坚持和正义的力量，也让我实现了人生的价值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怎么回事？漏电了！启禀陛下，极西之地的汉大漠传来800里加急。可是西域诸国造乱。不是西域，是一支从未见过的异族大军。他们的武器不用弓弦，却能喷吐火舌，射程远超我军红衣大炮。他们没有战马，却驾驭着能喷吐滚滚黑烟的钢体巨兽。西里3座重镇，仅仅半日，便被他们那古怪的天外之火夷为平地。喷吐黑烟的钢体巨兽，不用弓弦的火器。看来咱们的好日子得暂停一下了。这次的敌人，恐怕我的烟花和发电机不管用了。那又如何？不管对方是何方神圣，敢犯我大燕疆土，
朕必诛之。仙尊，第2场仗，你可愿与我继续同行？当然，区区早期蒸汽装甲也敢在现代工业体系面前班门弄斧。等我一下，我去给你采购一批真正的高科技硬通货，咱们给这群异时空的入侵者好好上一课。